you guys everything, but my lawyer and my mom strongly instructed me not to say anything. 多伦多华人名媛卷入罕见谋杀大案，妙龄白富美与社会小痞子亡命天涯，究竟是恋爱脑傻白甜被人利用当枪使，还是蛇蝎女黑吃黑天生堕落？咱们今儿就来关注一起发生在加拿大安省的凶杀案。这起案件呢，5月份刚刚结束庭审，因为女嫌疑人算得上是个网红，来自颇有名气的华裔名媛之家，加之案件的侦破过程也是曲折离奇，所以就引起了加拿大社会，尤其是华人社区的高度关注和热议。我们这篇报道主要的信息来源是当地的英文媒体和中文媒体网站，尤其是一家叫做 Hamilton Spectator 的当地报纸，他们对庭审就有20多篇相关报道。好了，那这个事情要从3年前的一个冬夜里的枪击案开始说起。2021年2月28日深夜，一个晚归的司机路过汉密尔顿市郊外的一处偏僻公路，开着他发现路边的草丛里头有个东西正在慢慢蠕动。司机觉得这可能是被来往的车辆撞伤了的野生动物，本来不打算多管闲事的。可是呢，就在他想一脚油门开过去的时候，那团东西突然滚到了路中央，车灯一晃，出现一张惨白的人脸。司机吓得一哆嗦，猛打方向盘，差点就冲到了一边的沟里。惊魂未定的司机哆哆嗦嗦地下车查看，发现地上躺着的是一个金发女人，眼神涣散，嘴唇打颤。面对司机的询问，他一个字儿都说不出来。司机想把她扶起来，谁知道一摸却湿漉漉的。借着车灯光一查看呢，女人的深色羽绒服胸口以下竟然都被鲜血浸透了。情况如此危急，司机顾不得打电话叫救护车，他把女人拖到车子里，风驰电掣地赶到最近的医院急诊室。医生检查了女人的伤势，发现她身体上有3处枪伤，最严重的胸部一枪，子弹击中心脏，能活着被送到医院，简直是奇迹。医院第一时间报警，警察在司机的引导下呢，来到了发现女人的路段。他们沿着雪地上的斑斑血迹找到了不远处的一个废弃的仓库。结果又发现一名男性一动不动地趴在门口，身下的雪地已经被鲜血浸透，而他身体僵硬，已经没有了呼吸。案发现场呢有很多凌乱的脚印、车辙印，还散落着包括零钱在内的不少物品，似乎凶手是在匆忙当中离开。而警方根据脚印的大小和深度判断，凶手很有可能是2个人，一男一女。在一堆证物中，一张登机牌特别显眼，上面登记的乘客姓名是 Tyler Pratt， 行程呢是从温哥华飞多伦多。很快此人就被证实就是现场的男性死者，39岁，温哥华居民。重伤的金发女子呢是他的女友，名叫 Jordan Romano， 26岁。警方把这2个人的信息输入到数据库之后，发现他们前科累累，尤其是男方 Tyler 曾经涉嫌贩卖成瘾性药品、盗窃汽车、支票造假，甚至还参与人口贩卖，跟黑帮也有着长达10余年的密切接触。而女友则是几年前通过旅游签证来到加拿大，之后就一直在脱衣舞厅、按摩院等地方打黑工，期间也因为盗窃、酒后驾车、打架斗殴等行为被捕过。鉴于2人的履历和背景咱们接下来就称他们为老 T 和金发妹吧。有知情人士后来跟警方透露说，老 T 每年都会从东欧或者南欧寻找年轻貌美的女子来加拿大做皮肉生意，自己从中抽取高达60%的分成。金发妹呢，就是这些女人中的佼佼者，她貌美活好，一来二去就把老 T 给迷住了。这老鸨和女公关变成了老板和老板娘的关系。案发时呢，金发妹还怀有3个月的身孕。案发地点没有监控摄像头，好在这条路经过的车辆不多，警方能够通过车轮在雪上留下的痕迹，大概推测出凶手在作案后开车在这条路上来回走了好几遍，很有可能是发现金发妹负伤逃走，想要找到她补枪。大概是因为黑灯瞎火找不到人，又怕有人路过引起怀疑，料想一个胸部中弹的女子在零下10几度的晚上，不是死于失血过多，也会被冻死，凶手们最后便匆忙离开了。结果没想到金发妹简直是命大的金刚芭比，硬是在雪地上爬行了100多米，到公路上求救成功。只是她挨的那一枪实在太重，虽然自己保住了性命，腹中的胎儿
却不幸流产了。郊外血案，男主被乱枪打死，女主身负重伤，失去孩子，凶手不明。这个开局啊，简直就是电影《杀死比尔》的翻版啊！而后来发生的事情也如同昆汀的剧本一般，总结成一句话就是：凶手一定在后悔当初没能斩草除根。由于两个受害人的社会关系非常复杂，跟他们有仇的，有利益纠葛的，两只手都数不过来，再加上他们干的都是些见不得光的生意，手机里的联系人不单大多是假名，还有很多号码一看就是那种用完即弃的临时号。根据那张登机牌上的信息呢，老 T 和金发妹是在案发当天才来的多伦多。警方按照现场的情况推断，凶手应该是跟被害人约好了见面，然后在他们没有防备的状态下得手。老 T 带着女友千里迢迢地赶过来，一下飞机就直奔郊外仓库，应该是为了什么重要的事情，或者是要见什么重要的人。可是这一通分析对于找到嫌疑人好像也没什么卵用。警方就继续调查那间仓库的主人，发现那就是一间普通的空置库房，主人从来没有见过老 T。不过呢，库房的墙上被撞得瘪了进去一块，很可能是凶手匆忙逃离的时候不小心撞坏的。警察琢磨着，如果这铁皮墙都能撞成这样，那么车子也一定会有撞痕。于是呢，以案发地点为圆心，画出了100公里的范围，重点排查停车场和修车厂。结果还真就在一处通勤火车站的停车场里头，发现了一辆白色的路虎揽胜，驾驶位的车门已经被完全撞变了形，关都关不上。车牌信息显示，这辆车属于一家租车公司。再查问车行，他们说这个车子昨天被租走了，登记人姓名就是老 T。也就是说老 T 租车赴约，凶手干掉他以后，开着这辆车逃离，然后丢弃在停车场。正在警察准备贴封条取证之时呢，突然来了一辆拖车，上面跳下来2个工人，二话不说就要把这辆车给拖走。警察一盘问，才知道原来有人把这辆车卖给了一家二手车行。那个二手车行的老板说，卖车的人呢，1天前在电话里头跟他商量好了4000加元的价钱，但是今天早上对方发短信说车子出了点意外，车门有了损坏，而且还说这个车很 hot， 要拆成零件才好出手。这个 hot 是行业黑话，意思是呢这个车子的来路有问题，或者有人用它干过什么违法的事儿，整车出手容易被警察盯上。这车行老板听了这个温馨提示，非但没有报警，反而直接把价格对半给砍到了2000，对方呢也没还价就同意了。感情这车行老板做的也不是啥正经生意，帮人销赃是熟门熟路。不过听到这辆车可能涉及到谋杀案，他当即就怂了。为了撇清关系，主动交代自己从未见过那个卖家。不过这次呢，那个卖家其实是一共以5000的价格一口气卖了2辆车，另外一辆是奥迪 Q5， 取货地点是多伦多以北200公里外的小城 Muskoka。 警方迅速赶到那个小城，在指定的停车场不仅找到了车子，还在旁边的一个大垃圾箱里翻出了一包重要的物证，见有血迹的衣物以及一盒9毫米的子弹，其中一条运动裤上的血迹经过检验属于金发妹和老 T。 停车场附近的一家便利店的员工回忆说，当天早些时候过来了一对年轻人，白人男亚裔女，长得很好看，非常惹眼。他们在店里头买了些吃的喝的，用现金付账。期间那男的似乎很不耐烦，一直在催女的快点走。随后二人跳上了另一辆灰色的奔驰离开。嫌疑人的外貌特征居然是长得有点好看，这让警方有点哭笑不得。不过他们又通过奥迪的车牌找到了车主。车主是个老太太，她正在家怒气冲冲地教训儿子。原来这个败家子居然在2天前把老妈的车偷出去给卖了，当妈的自然是鸡毛掸子和搓衣板都给安排上了。面对警察和老妈的混合双打，败家子很快就招了，说买车的是他的一个狐朋狗友，名叫 Oliver Carafa。 这个 Oliver也是个案底累累的警局常客，除了小偷小摸、诈骗卖药等轻罪外身上还背负着一条人命呢。2012年，年仅19岁的他驾驶着一辆豪车在多伦多闹市区超速，结果迎面撞上了一根电线杆，副驾上的一个华裔健身教练撞破了挡风玻璃飞了出去，当场死亡。
We have some late breaking news from the courts. The 19-year-old Toronto man accused of drunk driving and killing his friend in a high-speed crash earlier this week has now been granted bail. The 19-year-old can also leave his home if being supervised by his 22-year-old sister Adita or if attending school. Carafa is also forbidden from drinking alcohol and cannot drive. 警方在调查中发现呀，司机 Oliver 不仅血液中的酒精严重超标，还只持有实习期的 G2 驾照。这两条加在一起啊，法庭就裁定他鲁莽驾驶致死，罪名成立，被判入狱5年，15年内不得驾驶任何的机动车辆。也许是因为有这个不能开车的禁令在身，所以 Oliver 呢从败家子那买车之后啊，是派老婆 Lucy 过来取的车。时间呢是2月28号上午，凶案发生的当天。说到这儿啊，因为出场人物比较多，怕朋友们没有跟上案情的进度，咱们呢来捋一捋截止到目前的情节啊。说这郊外发生血案，老 T 和金发妹一死一伤，3个月的胎儿也死于金发妹的腹中。警方判断呢，凶手也是一男一女。追查涉及的2台车，一辆路虎啊是受害人老 T 从租车公司租来的，另一辆奥迪 Q5 呢是一个败家子从老妈那儿偷出来卖给这个 Oliver 的。那么这个买家 Oliver 以及来开车的老婆 Lucy 会不会就是凶手呢？警察顺藤摸瓜啊，一路找到了 Oliver 和 Lucy 的住处，那是一处位于多伦多市区的高档公寓，不过里面空无一人，楼下车库的停车位也是空的。警察随后调取了公寓电梯的监控录像，发现案发当晚10点多，两人曾一起坐电梯下楼，凌晨2点多才回来，稍作停留后又再次离开。Oliver 手中拎着的一个黑色垃圾袋和后来警方在垃圾堆中发现的装有血衣和子弹的那个袋子一模一样。那这样一来，他们的嫌疑就非常大了。警方猜测，大概率是2人在杀人之后回家收拾了东西，打包了相关证物，看样子就是要跑路去。而进一步调查中发现呢，这个 Oliver 还是个不折不扣的软饭男，车子、房子全部都是在老婆 Lucy 名下全款买入的，就连他使用的手机都是登记在老婆的名下。那么这个 Oliver 和 Lucy 能跑去哪儿呢？根据他们的手机信号定位，警方发现他们的电话出现在多伦多市区的另一处高层公寓，随即召集人马赶紧过去抓人。可是心里啊就不停地嘀咕，因为截止到目前啊，这个案件的进展似乎有些太顺利了。果然啊，那个公寓里头躺着的不是什么 Oliver 和 Lucy， 而是一个睡眼惺忪的胖大叔。这又是怎么回事呢？根据胖大叔的交代啊，原来呢他是附近一间餐馆的大厨。Oliver 在餐馆里头打过短工，跟这胖大叔啊有过几面之缘。案发当天下午， Oliver 突然带着老婆登门来访，说他要跟一个神秘大佬谈一桩非常重要的生意，不能用自己的手机，以免暴露行踪。所以呢，就想要大叔啊跟他更换一下手机里面的 SIM 卡，只要1晚上就行了。第2天他们会回来把这卡呀再给你换回来。这种只有间谍片里才会出现的情节，大厨的脑容量滋啦一下烧干了。直觉这事儿好像不太对吧，但又没想好怎么拒绝。正当他想要开口的时候呢，只见 Lucy 掏出了钱包，刷刷刷点出5张100元大钞，塞到大叔手里说：“哎呀，就算是我们租你1晚上的电话卡成不？”哦，这么豪横吗？大叔不再犹豫就答应了。不过啊，人家俩也是有要求的。大叔啊，您晚上哪儿也甭去，就待在自己的公寓里。这期间如果收到短信之类的呢，您受累简单回复一下，可不能失联啊。结果说好的第2天过来取电话卡，大叔在家左等右等，却等来了警察。警察当即明白了 Oliver 和 Lucy 的用意，这不就是想用手机定位的方式给自己制造一个不在场证明吗？可是这样此地无银300两，一折腾反而坐实了他俩呀就是谋杀老 T 和金发妹的凶手。于是警方迅速发布了全国通缉令，可惜啊，还是晚了一步。据蒙特利尔机场海关报告说3月2号中午，这对亡命鸳鸯就已经飞往了欧洲。随后啊，2人被通缉的信息在加拿大国内媒体上引起了关注。一方面呢，是因为这对男女颜值在线，谋杀案的情节堪比好莱坞电影的雌雄双煞，而女嫌疑人 Lucy 的出身颇有名气，竟然有华人卡戴珊之称。咱们先说这个男的 Oliver 啊，相貌英俊，高大挺拔，曾经做过平面模特。
2014年呢，她醉驾死人的时候啊，就因为出众的颜值，在网络上引起过一次小小的轰动。不少女粉丝天天去法院门口守候，如同追星一般啊，就等着她出来的时候能拍上一张照片。甚至在她被判刑以后，还有人不断的写信给她请愿减刑呢。而她的另一半 Lucy 也不遑多让，小麦色皮肤，火辣身材，是一个在 ins 上拥有不少粉丝的网红博主。日常更新的都是穿搭、美妆、健身一类，尤其喜欢跟自己的三胞胎姐妹们出镜，人称多伦多卡戴珊姐妹。好吧，在这个网红泛滥的年代啊，某某卡戴珊、啥啥乔布斯早都成了烂大街的烂梗。不过我们还是给大家找了几张清凉的图片来鉴别鉴别，说她们三姐妹是华人卡戴珊，您觉得是实至名归呢，还是碰瓷儿呢？在我看来啊，至少她们的身材和穿搭风格在努力地向卡戴珊们看齐。根据后来法庭上公开的资料啊， Lucy 说她出生在中国深圳，是三胞胎中的姐姐。除了他们三个，父母还生有一儿一女，全家一共5个孩子。她在很小的时候就随父母移民加拿大，最开始的几年生活也挺艰难的，全靠父亲在驾校当教练来养活一家7口。不过啊，母亲廖子蔚是一个非常有商业头脑的人，抓住了机遇，从一个普通的保险经纪做起，后来又涉足投资行业，自立门户，做强做大，终于在近10年后创建了上千万资产的跨国金融公司，是多伦多华人社区里头响当当的人物。随着兜里的钱越来越多，这家人的行事也愈发高调。不仅是母亲每年都会举办盛大的慈善晚宴，邀请安省省长、加拿大总理等名流参加，自己呢还身兼多家华人联合会会长，为自由党竞选搞捐款，在商界政界都混了个脸熟。其实啊，在加拿大，多数华人同胞对于那些热衷于混迹商会、同乡会的各路会长们啊，并不怎么感冒。不否认啊，他们当中的确有一些商业精英和实干家，但大多数所谓的会长、副会长之流啊，咱听听就行了啊。不过啊，从这个案子后来的情况看，这位母亲啊还是颇具实力的。她对三胞胎女儿也是非常舍得投入，在他们刚满13岁的时候，就以他们的名义成立了一个类似叫加拿大青年基金会的机构，号称是非营利组织，支持和帮助年轻人考取藤校，通过各种商业想法来进行创业。一番经营下来啊，母女4人成功跻身，成为了所谓名媛，打造了多伦多社交区低配卡戴珊的名声。也许呢，是想把女儿们的美更大限度地传播出去啊。他们一家从2016年起就接连赞助了包括国际中华小姐、多伦多华裔小姐在内的多个选美赛事，每次都是3姐妹一起上阵，大秀火辣的身材啊。不过现实呢还是有点残酷，他们家最好的成绩呢是二妹 Caitlin Lee 在2020年参加了国际小姐的加拿大赛区选美。据多伦多一家华人媒体报道呢，二小姐进入了安省的前3名。但是这个在全加拿大甚至是整个国际小姐大赛中的排位啊，就不得而知了。多提一句啊，这个国际小姐 Miss International 的比赛呢，虽然和环球小姐 Miss Universe 大赛、世界小姐 Miss World 大赛并称全球3大女性选美活动，但是呢，国际小姐与另外2项赛事相比啊，影响力还是要小很多的。但这不重要，重在参与嘛。说回案子呀。根据 Lucy 的说法呢，别看后来3姐妹有了无限风光和众多粉丝，在读中学的时候啊，她依然是个戴着黑框眼镜的钢牙妹，有点自卑。面对全校公认的大帅哥 Oliver， 别说表白了，就是连跟他说句话都不敢。结果啊，在他们毕业几年后，又一次重逢的时候呢，2个人的情况却掉了个个。昔日男神锒铛入狱刚放出来，学业工作两成空，而 Lucy 从当年的丑小鸭变成了光芒四射的白天鹅啊，还是个 trust fund baby。于是啊 Oliver 便对 Lucy 展开了疯狂的追求，而白富美也很快招架不住，跟他陷入了热恋。面对这段感情呢，名媛一家自然是非常反对的，尤其是当母亲调查后得知，这个 Oliver 不仅是无业有案底的小混混，出身是东欧穷困家庭来的移民，父母兄弟姐妹一家10来口，银行存款都未必能上4位数。无奈 Lucy 就跟被灌了迷魂汤，非要跟他在一起，不仅跟父母家人闹掰了，连最后1年的大学都不上了，甚至连父母断掉生活费的威胁也不怕，干脆当起了性感网红赚钱，哪怕是卖擦边照片也要去养男朋友。
家庭大战前后延续了快2年，最后父母不得不做出了让步，表示给女儿1年的时间，如果不能把 Oliver 改造成一个有上进心、有本事养家的男人，那2人就必须分手。爹妈估计想的是就他那个外表光鲜的驴粪蛋儿，即便投胎重造，也未必能成有志青年。女儿闹够了，就该回心转意了。可好巧不巧2人刚答应下名媛老妈的条件，就撞上了全球疫情。母亲先是因为隔离困在了中国，后来因为要拓展西海岸的市场，就一直待在了温哥华。没了父母的束缚Lucy 和男友在多伦多彻底放飞了自我，不仅用伪造签名等方法从母亲公司的账上支取大量现金来挥霍，还在母亲名下一个空置地产中种起了置换小绿叶。不过 Oliver 倒是没忘了那个1年之约他觉得是时候做点生意，让准岳父岳母刮目相看了。只是他走的尽是些偏门，比如贩卖违禁品，帮盗窃集团做中间人销赃等等。可是这样来钱还是有点慢，于是就有人给他介绍了老 T， 说这人路子野，跟他混肯定能赚大钱。一开始呢，老 T 提出的也就是他老本行，利用 Lucy 母亲公司的名义开一批雇佣信，用来办签证，从南欧和东欧找一批年轻姑娘来做皮肉生意。可一向对男友言听计从的 Lucy 这次却拒绝了。一来是她觉得这么做实在太惹眼，迟早会被母亲发现；二来呢，她也不愿意男朋友跟那些收费锻炼的职业选手混在一起于是她提出，疫情期间这口罩、防护服、护目镜这类的用品紧俏自己跟中国工厂有关系，能便宜进货，然后倒卖到欧洲挣钱。老 T 一听，觉得这生意有利可图于是就先投了50万加元的资金，说自己出钱， Lucy 和 Oliver 出人出关系，利润2-8开。可是大家都知道这个防护用品的生意并没有他们想的那么简单，从一开始就遭遇了各种不顺。先是源头的工厂因为产能不足坐地起价，然后又因为属于医疗用品，公司没有出口资质，在报关的时候被多次退回，后来又遭到了海运集装箱在运输过程中的损坏，最后费了9牛2虎之力，好不容易送到了欧洲，又因为质量不符合要求而被禁售。那不仅是 Lucy 和 Oliver 几个月的运作付诸东流，老 T 的投资也落了个血本无归老 T 是什么人？怎么可能吃这种哑巴亏他要求 Oliver 和 Lucy 赔偿他的全部损失，还威胁说如果1个月见不到钱的话，就找多伦多的黑道兄弟做了2个人。看到对方来真格的了， Oliver 也慌了神，他苦苦哀求 Lucy 一定要救自己一把，还使出了一个渣男挽回的大杀器，跟他求婚。被冲昏了头的 Lucy 毫不犹豫的就答应嫁给了他，2人匆匆忙忙的就这样领了结婚证，不仅没有婚礼，连家人朋友都被蒙在鼓里，直到后来通缉令下发，才知道他们其实已经结婚了。从此白富美 Lucy 和这个小混混 Oliver 不管是法律上还是经济上都深度绑定。即使是娶到了富家千金，如何解决那50万加元的亏空依然是个问题。一次性从母亲的公司账上偷这么多钱显然是不现实的。不过这些年Lucy 看着母亲管理公司的业务，耳濡目染地了解到一些保险行业的运作方式和行规，于是他提出可以想法子说服老 T 以投保的方式进行避税和投资。他忽悠老 T现在有一种投资型的保险，属于人寿保险下面一个分支，由客户和保险公司风险共担，收益共享。也就是说在传统的寿险基础上买这个保险，你还能每年分红呢。而且呢，他还能在保额的过程中给老 T 做点手脚，比如他可以只投150万，但是他能想办法给他开出一张600万的保单，1年以后就能分到一笔可观的收益了，而且可以一直领10年。这种天上掉馅饼的事儿，用脚趾头想想都不可能是真的。不过 Lucy 呢，却信誓旦旦，自己帮母亲的大客户做过好几单这样的生意了，万无一失。不过后来Lucy 她也跟警方承认了，之所以要骗老 T 去投保，更多的是要给他和 Oliver 争取一点逃亡的时间。等他1年之后发现保单是假的，无法分红之后，他们2人应该早就逃到欧洲的某个角落，过着隐居的生活了。老 T 听了这个 offer， 想了想，自己混黑道的，砍赢了进监狱，砍输了进医院，有分分钟丧失劳动能力的高风险投资他介绍的这个保险，也算是给自己还有那个未出世的孩子一个保障。于是他说可以再信他们一次，
带着怀孕的女友专门飞到多伦多来完成这次投保手续。可是就在他开出了那张支票之后呢，就立马翻脸了，说这俩事儿一码归一码，我在你这投保是赚钱，但你们欠我的钱还是要在2周内还给我，不然的话我照样要给你们好看。眼看这个缓兵之计缓了个寂寞， Oliver 觉得还是得找岳母救命啊。可这时呢 Lucy 却从妹妹那儿得知，母亲已经知道他们在自己名下的房产里面种植小绿叶，非常生气，已经买好机票要过来兴师问罪了。一听这话呀， Lucy 和 Oliver 也慌了，借钱一事更是提都不敢提。一边是逼债的黑社会，一边是逼他俩分手的名媛父母，在巨大压力下走投无路的二人决定铤而走险，先解决掉老 T， 然后逃亡去 Oliver 的欧洲老家避风声，因为死人是不会找他们还钱的。于是Oliver 又联系到老 T， 说自己看好了一处库房，可以搞个小绿叶种植园，这次不要他出1分钱，只要他道上的兄弟帮忙照看着，不出事就行，卖出的时候利润5-5开。老 T 以为自己完全掌握了两人，没多想就约好了去看看那个库房的地点，顺便规划一下，看里头最多能种多少小绿叶。没想到这次是送命之约。老 T 那个幸存的女友金发妹回忆说案发当晚他和老 T 租了车前往那处郊区库房，黑灯瞎火的，开始路还走错了，7弯8拐的好一顿绕，到了以后发现 Oliver 和 Lucy 已经等候多时了。两个男人下车谈生意去了，金发妹和 Lucy 在车里头取暖。几分钟后他看见 Oliver 独自一人走了回来，对 Lucy 使了个眼色，然后他就下车了。不明就里的金发妹摇下车窗，正要开口，只见 Oliver 掏出了一把手枪，对着他的胸口就是一枪。听见动静的老 T 从仓库的另一边跑过来查看，结果被 Oliver 砰砰砰几枪放倒，估计是怕他没死，还特地走进去补枪，残忍至极呀。之后发生的事呢，就跟警方根据现场推测的一模一样。金发妹身受重伤，极限求救生还， Oliver 跟 Lucy 潜逃去欧洲。他们不仅是通过换手机的 SIM 卡布下迷阵，还通过相隔几百公里卖掉2辆车子的方法销毁证据，同时迷惑警方，为自己争取逃亡时间。只是他们千算万算，却没算准2条。一呢，是匈牙利警方比加拿大警察的办事效率高多了；二是留下了金发妹这个活口，成为日后法庭上指证二人的最强力证人。法庭公开的文件显示，二人在离开加拿大之后，先是去了捷克首都布拉格，在那儿躲藏了几个月，然后打算去匈牙利的布达佩斯投奔 Oliver 的舅舅。结果还没出机场呢，就被面部识别系统发现报警，被警察逮了个正着。Lucy 的代理律师在法庭上说两个人被羁押之后呢 ，Oliver 曾经多次托人给 Lucy 带话，那他无论如何都要想办法拒绝遣返，因为相比加拿大东欧国家的法庭是有可能用钱大事化小的。可是 Lucy 这样一个娇生惯养的大小姐，怎么能够经得起布达佩斯女子监狱大姐们的悉心呵护她是1分钟都不愿意多待，主动要求被遣返回多伦多受审。而心疼女儿的母亲呢，不仅帮她请了著名的刑案大律师，还提出包一架私人飞机把女儿从匈牙利给接回来。Yeah, me and my mom was really concerned about that, and we offered Interpol to tell them that we'll fly them private, but Interpol declined the offer. Yeah, we can't accept things from things like that. We have to do things. We have to follow the rules. 落地加拿大后呢，名媛一家支付了270万加币的保释金，让女儿在家里头等待开庭。等待她的会是什么样的判罚呢？对于这个不争气的女婿 Oliver 名媛一家就没那么慷慨了。他们不仅是没出保释金，连律师都是由法庭指定的。Lucy 家里找来的刑案大律师千方百计地对二人进行切割，而且提出开枪的就是 Oliver 一个人，所以他才是主犯。Lucy 充其量也就是一个配合的从犯而已。法庭则认为呢 ，Lucy 不管是在作案期间还是在之后的潜逃，都全程有参与，两个人不存在主犯和从犯的区别，都会以一级谋杀的罪名提出起诉。而且由于是同一案件法庭最终决定将二人合并成同一个庭审来进行。陪审团既要判断 Oliver 是否有罪，同时也要决定 Lucy 的罪名是否成立。那这样一来这对亡命鸳鸯就要面对着一个艰难的选择，要么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要么就是出卖对方给自己换得自由。而他们呀，不约而同的都选择了后者，在法庭上开启了狗咬狗的模式。Oliver 的律师说呢，因为 Lucy 的贪得无厌、挥霍无度，才造成了他铤而走险找老 T 合作。后来也是 Lucy 主动提出，只要杀了老 T， 钱就不用还了。而且老 T 这样的人本来就仇家很多，只要做好准备，完事后清理好现场，警察根本找不到自己头上。Lucy 这边则说呢，他对计划杀死老 T 以及金发妹这个事啊，一点都不知情，只是作为司机，按照 Oliver 的要求把他送到了农场而已。枪击案发生后，他脑子一片空白 ，Oliver 说什么他就做什么。后来 Oliver 跟他解释说，当时情况危急，老 T 不仅要杀他，还要杀 Lucy， 他是迫不得已才反击杀死了老 T。而 Lucy 对于老公的这一说法深信不疑，而且由于害怕老 T 的手下会过来报仇，才跟着 Oliver 远走欧洲躲避。律师还解释说啊 ，Lucy 不可能是这个事情的主谋，因为他头脑单纯，思维简单，说白了就是有点笨。是想不出从策划到作案再到逃亡这一系列计划周密的细节的。You guys everything, but my lawyer and my mom strongly instructed me not to say anything. 就在双方为 Lucy 到底是个恋爱脑傻白甜还是腹黑心机主谋而争论不休之时啊，死里逃生的金发妹出庭作证了。根据英文媒体 Hamilton Spectator 的报道呢，当初那一枪不仅让金发妹失去了腹中的孩子，还让她昏迷了整整3天，并且留下了生理上和心理上的永久性创伤。不过她却记得枪击案发生前的所有细节，包括 Lucy 如何在车子里头跟她聊天，稳住她不让她离开去找老 T， 以及 Oliver 带着枪走过来之后 Lucy 非常默契地离开，站在不远处冷眼旁观。她甚至还记得自己艰难地在雪地上爬行的时候，Lucy 开着车在不远的地方来回寻找她的踪影，愤怒地叫嚣着要金发妹赶紧出来送死。期间她还听到重重的撞击声，应该就是车子不小心撞到仓库的墙上。随后就是 Lucy 和 Oliver 的高声争执， Oliver 认为金发妹肯定活不了了，而 Lucy 则坚持着要找人补枪。俩人就这样又找了1个多小时才放弃。金发妹的证词彻底坐实了 Lucy 的心狠手辣，为了灭口连一个孕妇都不放过。尽管之后 Lucy 的律师试图证明金发妹是因为个人恩怨编造谎言想要嫁祸给 Lucy， 但是陪审团却根本不买账，他可是差一点就被你俩给打死了呀。最后呢 Lucy 和 Oliver 都被裁定1级谋杀罪成立，被判处终身监禁，25年内不得提出假释。这对亡命鸳鸯也算是有始有终的做到了殊途同归，就算是能够在刑期结束后顺利得到假释，两人也将是年过半百，青春不在。不得不说啊，相比我们中的很多人， Lucy 的人生算得上是开局就拿到了一把王炸的牌。不管是家境、自身条件还是前途，起跑线差不多就是别人的终点线，可是却架不住牌虽好，打牌的人却不过脑，一把好牌打得稀烂，最终华服换囚服，毁了自己的一生。那这期视频的精彩文案呢，依旧是出自我们 M2档案的主笔莫艾伦，他的案件作品合集已经上线 Amazon 了，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搜索繁体字的风雨者下载阅读。好了，感谢大家的观看，咱们下期再见。